那天雪下得很大，宋怀瑾牵着一个女子进了门。他说那姑娘身世可怜，无处可去，又说那姑娘一心只记在他身上，实在是痴情。他说了那么多，最后坦然地望着我，知意，我已经陪了你27年，实在是有些厌倦了。知意，你最懂我，谁也不能越了你去。至于淼淼，就让她进府做个良妾。我望着宋怀瑾，恍惚间想起上一世，是宋怀瑾将我护在怀里，我才没有冻死在那个冬天。他临死前曾满心遗憾地对我说，这世上若是有人能爱我就好了。如今看他家人在侧，想必早就已经不需要我的爱了。我点点头，识趣地收拾包袱离开了宋府。后来听说宋大人翻遍了全城，也没能找到他的夫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宋怀瑾从江南回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到了躲在他身后的那个姑娘，没有慌乱，没有解释。宋怀瑾平静地向我述说着这几个月他们是如何在江南遇见，又是如何相爱的。说完后，宋怀瑾坦然地牵着何淼淼走到我身前，眉眼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累。知意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有些厌倦了。更何况淼淼她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，你不要闹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将目光落在了何淼淼的肚子上。她有孕了。宋怀瑾去江南3个月，何淼淼却怀有2个月的身孕。而宋怀瑾说，他是在去江南的第2个月才遇见的何淼淼。所以是一见倾心吗？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我看着宋怀瑾的眉眼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大雪天里，宋怀瑾踏雪而来，为我折了一枝梅花，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嫁给他。我晃了晃神，随即释然般地笑了。既然夫君喜欢，当然一切都好。宋怀瑾似是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准备好的一堆说辞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。末了，他怪异地瞧了我一眼，丢下一句那你好好准备纳妾礼，就匆匆拉着何淼淼进了门。北风吹过，带起一阵凉意，小何帮我拢了拢斗篷，不忿地嘟囔道，夫人也太心善了，怎么这样轻易就让那个小狐狸惊进了门？我看着小丫头的脸都快要皱成一团了，只觉得好笑。为何不能让她进门？若是让她进门了，以后主君被那小狐狸惊迷住，不喜欢夫人了怎么办？我没接话茬，摸着肚子嚷了一句饿了。小何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，急急忙忙去厨房给我做糕点了。我看着小何的背影，笑着摇了摇头，真是孩子心性。也许这世间上的女子大多都渴望丈夫能对自己一心一意，但前提是她爱自己的丈夫。可我不爱，我一心只求成仙。至于宋怀瑾，他是我的因果，是我未断的尘缘，更是我成仙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可我不得不爱宋怀瑾，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去爱他。我不是人，我是一只刺猬。在第一次遇见宋怀瑾之前，我已经修炼了70年，过了2次车马关。那天下的雪比今天还要大，我卧在马车的车辙之上，静静地等待着我的第3次车马关。马车从我的身上碾过，我只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像是被压碎了般。好在是冬天，来往的马车较少。我拖着残破的身子，小心地避开路过的行人，一步一步地挪向路边。父亲曾对我说过，我们做刺猬的，只要过了这3次车马节，就能得到成仙。父亲还说，我们做刺猬的，10有8九都要死在车马节上。父亲死在了第3次车马节上，那是一辆满载货物的马车。从父亲的身上碾过去时，父亲一声未吭，从此再也没有醒来。大雪还在下，我的背上已经盖了厚厚一层积雪，浑身的血液像是被冻住了般，伤口刺骨般的疼痛。我咬着牙，步履沉重而笨拙地往大树下爬。我的脚步越来越慢，身体越来越冷。在我以为我会和父亲一样死在第3次车马节上时，头顶出现了一片阴影，是宋怀瑾，或者说是上一世的宋怀瑾。那时的他不过11、12岁的年纪，衣衫破烂，骨瘦如柴，却还是将我抱在怀里。小刺猬，你也没有人要吗？上一世的宋怀瑾是一个乞丐，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，一个破庙，虽然四处漏风，但好歹能挡住大雪。宋怀瑾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在草堆之上，在一个角落里扒拉了好久，才找出一小颗快要腐烂的果子。
他将果子往我面前凑了凑。小刺猬，快吃呀！我听见了肚子咕咕叫的声音，是从宋怀瑾的肚子里发出的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轻轻抚着我的肚子说：小刺猬，我不饿，你快吃。宋怀瑾的手和冰块一样凉，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，我只感觉自己的伤好像更重了些。可我没有办法提醒宋怀瑾，过车马关时，我必须化成圆形封住全身的灵力。此刻的我和一只普通的刺猬没什么区别，我甚至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宋怀瑾却像完全没有察觉到似的，他丝毫不顾我浑身的刺，将我抱紧怀里，整个人蜷成一团窝在草堆上，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。小刺猬，你说为什么大家都有爹娘，只有我没有呢？小刺猬，没有人要你，也没有要我，要是有人爱我就好了。如果有人爱我，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冷，这么饿？小刺猬，我养着你，你爱我好不好？小刺猬，身体传来阵阵暖意，我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正在迅速回升，身体上的伤也在缓慢愈合。宋怀瑾还在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，他浑身烫得厉害，两边脸颊升起2团酡红。宋怀瑾病了，这么大的雪，他只穿着2件单衣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，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住。我从宋怀瑾的怀里爬出来，身上的伤已然好了大半。刺猬精善医术，可那天我几乎耗尽了体内的灵力，也没能救回宋怀瑾。他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满是虫洞的树叶，源源不断的灵力输进去，却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完全散开。大雪还没停，宋怀瑾就冻死在了破庙里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为他挖了坟，建了墓。我本以为这一遭就这么过去了，只等我的灵力全部恢复，我就可以得道成仙。可没有。此后我修炼了50年，50年来我的修为大有长进，却感觉身上始终有一层枷锁，这一层枷锁不破，我成不了仙。直到我碰到一位游方道士，他告诉我仙人都是了却尘缘，不背因果的。可你……他看着我，惋惜地摇了摇头。尘缘未断，因果不了，你就是再修上100年，也还是只刺猬。彼时我茫然地望着道士，并不记得自己还有什么尘缘，脑海中却猛然浮现出那张稚嫩的脸。我的尘缘，我的因果，都是宋怀瑾。他救了我一命，向我发了愿，我若不完成他的愿望，就成不了仙。知道了症结所在，我立刻就去人间找到了宋怀瑾。那时的宋怀瑾方才3岁，他躲在米缸里，饿得嚎啕大哭。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土匪杀尽了，宋怀瑾是唯一的活口。这一世的宋怀瑾依旧是孤儿。我化作人形，按照我在画本子上看到的那样，像一个母亲一般照顾了他1年。这1年里，那道枷锁未动分毫。难道是方法找错了？我开始仔细观察人间之爱，随后恍然大悟，人间之爱无外乎3种：父母之爱、夫妻之爱、子女之爱。于是我找了一家失独的温良富商，将宋怀瑾放到了他们门前。之后我又装作是富商的远方亲戚前来投奔。富商善良，不仅接纳了我和宋怀瑾，还教我们读书习字，学习礼仪。我与宋怀瑾日夜相伴15年，这15年里，我倾尽了我的一颗心，竭尽所能地去爱宋怀瑾。之后的故事就如画本子中描绘的一般美好。宋怀瑾中了进士，他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，向我求亲。虽然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却还是有些紧张。在人间15年，我没忘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成仙，仙人是不能与凡间有羁绊的。夫妻也就罢了，这一世过去也就缘尽，可孩子……我向宋怀瑾直言我不能生育。宋怀瑾愣了愣，随即轻快地揉了揉我的发顶。我只愿与知意携手一生，有没有孩子都不打紧。若是以后知意想要孩子，我们也可以像爹娘一样去抱养一个孩子来。赵知意，你愿意与宋怀瑾共度一生吗？宋怀瑾望着我，眼中溢满了无限深情。也许是装人装了太久，那一刻我竟感觉自己真的有了人一样的心跳。当时我想，不过人生一世70、80年，大不了这70、80年我都荒废在人间，只为陪宋怀瑾走这一遭。我的脸颊绯红，含羞带怯地点了头。成亲之后，我一直暗中帮助宋怀瑾，他在官场一路顺畅，
如今刚过而立之年，就已经是户部侍郎了。可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。上一世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只希望能吃饱穿暖，能有人爱他。这一世这些他都有了，他还想要权力。他开始频繁地与同僚结交，每一次他从酒楼回来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失望就会多一点。我知道在官场之上，他这个年纪很难再往上升了，他只需要熬资历，出政绩，剩下的都会水到渠成。宋怀瑾现在想要的是女人，是孩子。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过他的同僚们，个个都是三妻四妾，子女成群。他满怀希冀地看着我，却在我提出抱养一个孩子过来时，瞬间垮下脸。他烦躁地捏了捏眉心，第一次对我说：“知意，你不懂我。”可从前，在我为他写文章，为他纵横谋划时，他字字句句都是：“知意，只有你懂我。”一颗心就像是被揪起般难受。爱人须得付出真心，可一颗真心给出去了，又怎么能轻易收回？我始终记得宋怀瑾对我的承诺，他说此生唯爱我一人。我不肯松口，宋怀瑾也不肯低头。我们就这么僵持了1-2个月，直到某一天早上我醒来，小何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：“主君去江南了。”那一瞬间，我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，震惊、愤怒、伤心、委屈，好像都有，又好像都没有。来人间太久，被宋怀瑾如珠如宝似的宠了太久，我几乎快要忘记我是为什么而来。我来人间这一遭，不是为了宋怀瑾的爱而来，他的爱对我根本无关紧要。我是为成仙，为报恩而来。想通的那一刻，我的脑子清明了许多。凡人多情，而情使人盲目。父亲的话果然没错。我回到了自己的院子，却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宋怀瑾。新人进府，我以为他会一直陪着何淼淼的。宋怀瑾看起来已经等候多时了，他的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面，眉心处是掩不住的烦躁。知意，我知晓你不开心，可是我的同僚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他们有的连孙子都抱上了。知意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我的脚步顿了顿，嘴角露出一个讽刺的笑。因为你的同僚们都有三妻四妾，所以我就要心甘情愿当你的大老婆，然后帮你照顾你怀孕的小老婆。宋怀瑾，当初与我成亲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宋怀瑾眼中的烦躁之色更甚，他站起身，不安地在屋内来回踱步，像是要说服我，又像是要说服他自己。可是知意，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我们成亲整整12年，我都只守着你一个人过。你出去看看，整个京城还有哪家丈夫能做得像我这样？知意，我们日夜相处27年，每日的吃食一样，每日要说的话一样，甚至有时候你还未开口，我就知晓你要说什么。知意，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你难道不感到厌倦吗？我只是寻找一点新鲜感，更何况淼淼已经有了我的骨肉，有了孩子，我的这一身家业也就有了人继承。你与我相处这么久，应当知道，我心中永远是最爱你的，谁也不能越过了你去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接纳淼淼呢？我已经答应了让和淼淼进府。我提醒道。宋怀瑾的情绪却突然激动起来，他几步上前握住我的肩膀。不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，你嘴上答应了，但心里没有。你看我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知意，别的夫人都会体谅自己的夫君，王兄的妻子甚至会主动帮他纳妾，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我呢？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宋怀瑾。好？什么？我说好？我重复了一遍。宋怀瑾却突然松开了我，刚刚还情绪激动歇斯底里的人，此刻却像脱了力般。他久久地望着我，试图想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些别的什么东西。我不懂为什么我一切都依着他了，他却还是不开心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一直以来禁锢住自己的那道枷锁有了松动的迹象。我猛然意识到，是宋怀瑾不再需要我的爱了。这么想来，我看向宋怀瑾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探究，宋怀瑾却叹了口气，拂袖离开了我的院子。那妾礼是宋怀瑾亲自操办的，如同许多年前我们成亲时一般。宋怀瑾大概是真的爱极了何淼淼，
他将何淼淼安排在了离他书房最近的荣锦院，每日里流水一般的补品和衣裳首饰都送进荣锦院。短短1个月，那个初见时还带着几分羞怯的江南姑娘就被养出了端庄金贵的气质。而这1个月里，宋怀景一次也没来看过我。宋府不大，爹娘早早就回了金陵老家去。从前整个府里只有我和宋怀景2人住着时，常常觉得宋府太小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一抬头总能看见对方。可如今分明多住了一个人，这小小的宋府里，只要我不愿，就总能与宋怀景恰好错过。听闻宋怀景又为何淼淼在珍宝阁移至千金了，听闻宋怀景将后院里的花草全拔了种了满院的梨树了，听闻何淼淼日日在书房红袖添香了。小何日日向我汇报今日宋怀景与何淼淼又做了什么。小丫头愤恨地举起拳头，明里暗里劝我摆起当家主母的架势，好好收拾何淼淼。我全当作没听见，望着窗外大好的日头，我突然说道：冬日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去郊外放风筝吧。小何被我打断了话茬，茫然地望着窗外。啊，可是夫人，马上就要吃午饭了。我拉起小何，无妨无妨，小何做的糕点比桂香斋的还要香上几分，快去准备吧。我带着小何去城郊外放风筝，铺蝴蝶，去湖上泛舟，摘莲子。秋天来的时候，小何终于不再日日将目光放在宋怀景与何淼淼的身上。他帮我挑选完纳妾的人选后，双眼放光地看着我。夫人，今日我们去哪里玩？我笑了笑，从妆帘匣子中拿出小何的卖身契。小半年过去，我察觉到身上的那层隐形枷锁越来越淡。再过不久，我应当就能了断尘缘，飞升成仙了。在此之前，我须得安排好在凡间的一切。今天不出去，我将卖身契递给小何。再过不久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这是你的卖身契，我以你的名义在城西盘下了一间糕点铺子，以你的手艺养活自己应该不成问题。小何看着我手中的卖身契，眼中渐渐浮上一层水雾。夫人，我不走，你去哪里，小何就跟着你去哪里。我将卖身契塞到小何的手中，轻轻地摸了摸小何的发顶。傻孩子，你总不能跟着我一辈子，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。你瞧，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这后院里，你就只看得见后院女人的争风吃醋，为了一个男人拼得你死我活。可是这些日子，你见到了更广阔的天空，眼光也会更长远，没有人是离不了另一个人的。你有了糕点铺子，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，我也备了一份厚厚的嫁妆。日后你想要嫁人也好，想要自己开铺子也好，命运总是握在自己手里的。小何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望着我。那夫人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也要自己开铺子吗？小何可以和夫人一起开铺子，小何的手艺很好，可以做糕点养活夫人。我扑哧一声笑出声。我不开铺子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的话音未落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你要走？赵之义，除了宋府，你还想去哪里？宋怀景将手中的画本子扔到一旁，几步上前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有些咬牙切齿：赵之义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许久不见，宋怀景就像变了一个人。从前他总是温文尔雅，从来不会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悦地推开了宋怀景。宋怀景还想上前，小何立刻跑到我2人中间，一双杏眸狠狠地瞪着宋怀景。我拉了拉小何的袖子，向他投去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我没事，总要和他说清楚的。你先下去吧，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我给你盘下的铺子。小何担忧地看了看我，最终还是1步3回头地走了。我整理好裙摆，面色平静地望着宋怀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宋怀景冷笑一声，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打着什么算盘。赵之义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，让你忘了自己是谁？你不过一个宋家的远房亲戚，若不是爹娘好心救济，若不是我在京城护着你，你以为你还能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都与你无关。我随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名册，指着上面画圈的几个人名说道：你总说我不体谅你，何姨娘马上就要生了吧？想来这段时间你的新鲜劲应该也差不多过去了。我特地为了物色了几个纳妾人选。诺，
环肥燕瘦应有尽有，若是你油咸不够，我也可以再帮你挑，只一点，不要苛待了人家。赵之义，你还有没有心？宋怀瑾瞪着我，那模样倒不像是他负了我，反倒像是我辜负了他。我从未觉得一个凡人如此难缠，权力、地位、钱财、女人和子嗣，他如今都有了，却仍然不满足。我捏了捏眉心，略有些烦躁地问：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赵之义，已经大半年了，你一次都没来找过我。你与何姨娘如胶似漆，我为何要去打扰你们？宋怀瑾的神色突然委屈起来，他捡起丢在一旁的画本子，蹲下身握住我的手。可是之义，我一直都在等你来找我，你为何不能向我服一服软呢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，可你总也不来，我只好自己来找你。我还特地带了你最爱看的画本子，可我一来就听见你说你要离开。宋怀瑾将头埋进我的手里，声音闷闷的：之义，我知道错了，当时说的只不过是气话，离开了你我连觉都睡不好。之义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保证以后再也没有别人了。等何淼淼把孩子生下来后，我就让她去乡下庄子里住，我把孩子抱给你养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还和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屋外传来脚步声，我抬起头，视线越过宋怀瑾望向窗外。那何姨娘呢？她孤身陪着你从江南来到京城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却把她赶到庄子上去住，把她的孩子抢过来给我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？淼淼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浣纱女，又无亲无故的，我给她吃穿，她去了庄子上也依旧有人伺候。相比她在江南时还要靠卖身葬父，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，全都是因为我，她不会怪我的。宋怀瑾抬起头，深情款款地望着我。之义，你不是很喜欢孩子吗？现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亲生的孩子，之前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你原谅我，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话，门外很快传来小何的惊呼声：快来人呐！何姨娘晕倒了。随后是密密麻麻的脚步声，丫鬟小厮忙着安置何姨娘，忙着去府外请大夫和稳婆，叫喊声吵吵嚷嚷。宋怀瑾却恍若未闻，依旧一脸希冀地望着我。我将双手从宋怀瑾的手中抽出来，语气冷漠：何姨娘都要生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女人家生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之义，你才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。我站起身，睨了他一眼，匆匆向何姨娘的院子走去。屋内有很强的血腥气，稳婆不停地催促着丫鬟打来热水，大夫惊颤着声音呢喃，只怕是要难产，整个产房一片混乱。何淼淼和她的孩子绝对不能有事，否则我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算是打水漂。我寻了个无人的角落，手指上下翻飞，掐诀念咒，一个蓝色光点迅速没入何淼淼的体内。听着屋内的叫喊声似乎有力了些，我松了口气。有了法术的加持，何淼淼生产得很顺利。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，一阵金光从我身上闪过。快了，就快了。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与宋怀瑾之间的联系就快要断了，我离成仙仅差一步之遥。我欣喜地回到了自己的院子，却看见宋怀瑾抱着孩子坐在屋内，刚刚的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。宋怀瑾却毫无察觉，连忙将孩子抱到我面前。之义，你看，是个男孩，之义，我们有儿子了，我要当爹了。宋怀瑾抱着孩子左看右看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多高兴一会儿，刚生产完，只穿着一身礼衣的何淼淼就焦急地赶了过来。她似乎刚醒来，就急匆匆地找了过来，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，身下还在不断地流着血。她一声又一声地哀求：宋郎，孩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宋怀瑾皱了皱眉，似是不想看到何淼淼，又似是不忍。你刚生产完，就待在屋子里好生休养，不要到处乱跑。这孩子我会记在之义名下，你以后就不要见他了。何淼淼瞪大了眼睛，似是听到了晴天霹雳，又似是不太能理解宋怀瑾的话。许久，他的眼中蓄满了泪水，冲着宋怀瑾声嘶力竭地喊道：宋怀瑾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你将我从江南带过来的时候，曾答应过会一生一世待我好的。我为了你背井离乡，与你无媒苟合，你就是这样待我的吗？现如今，就连我的孩子，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也要抢走，
宋怀瑾，你怎能如此待我？何淼淼歇斯底里地怒骂着，她试图从宋怀瑾的手中抢过孩子，可一个刚生产完的妇人如何抵得过一个成年男子的力气？何淼淼被推倒在地，泪水不断从她的眼中涌出，随即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西行到我的面前。夫人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将我的孩子还给我，我带着我的孩子回江南，我再也不碍着你的眼了，我不和你抢夫君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我的孩子。夫人，求求你了，我只要我的孩子。何淼淼跪在地上一下一下，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，很快她的额头就流出鲜血。宋怀瑾脸色铁青，大约是顾忌着我还在这里，并未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。我将何淼淼扶起来，她的头发蓬乱，一身洁白的里衣此刻满是脏污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放心，我不要你的孩子。之意。宋怀瑾的心紧了紧，他总感觉有什么事情会不受控制，逐渐朝着他最不愿看到的地方发展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，我立刻就带着孩子回江南。何淼淼说着又要跪下，我拉住了她。先在府中养好身体，孩子还太小，离不了他的亲生母亲。何淼淼感激地朝我点了点头，不顾宋怀瑾黑沉如墨的脸色，从他怀中抱走了孩子。宋怀瑾的双手死死地攥着拳，盯着我咬牙切齿道：赵之义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没再看他一眼，只希望他如果要发疯，能离我远我一点。可我没想到，宋怀瑾竟又将何淼淼的孩子抱了过来。凌晨时分，我被一阵脚步声惊醒，一睁眼就看见宋怀瑾抱着孩子站在我的床前。宋怀瑾的神色近乎癫狂，他将孩子不停地往我的怀里塞。之意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抱抱他，抱抱他就原谅我好不好？眼看着孩子就要掉在地上，我不得已接过了孩子。哈哈，之意你原谅我了，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宋怀瑾的笑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，我皱眉看向宋怀瑾的身后，就看见神色比宋怀瑾还要癫狂的何淼淼举刀向我刺来。就是你，就是你要抢我的孩子，你说你不会抢我的孩子的。我正欲躲闪，刀尖快要刺中我的那一刻，宋怀瑾忽然闪身挡在我的面前。之意，你为何就是不信我爱你？噗呲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宋怀瑾捂着胸口倒在地上。宋郎，宋郎，我……何淼淼惊惧的一把将刀甩在地上，她惊慌的想要上前查看宋怀瑾的伤势，余光却瞥见了我手中的孩子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何淼淼尖叫着从我的手中抢过孩子后，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。我看着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的宋怀瑾，只感觉一阵心累。何淼淼的这一刀正中宋怀瑾的心脉，我若是不救他，他只怕撑不过一刻钟。若是宋怀瑾死了，我又要再等一世。我烦躁地捏了捏眉心，怎么上一世没发现他是个疯子？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将宋怀瑾拖到床上，施法为他疗伤。那刀上被抹了毒，加上正中心脉，我几乎耗尽了全身的灵力，才勉强保住了宋怀瑾的一条命。头部传来一阵阵的眩晕感，体内灵力的迅速流失让我几乎维持不住人形。我用力地摇了摇头，努力地想要保持清醒。躺在床上的宋怀瑾悠悠转醒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虽然还是很疼，但好在已经不流血了。对了，之意。宋怀瑾连忙寻找赵之意的身影，赵之意就站在床边摇摇欲坠，他下意识地想要去扶他，却看见赵之意的背后突然长出了一根根长刺，赵之意的面容也逐渐变得扭曲。那竟是一只刺猬的脸。妖怪啊！快来人！有妖怪啊！宋怀瑾惊恐地发出一声尖叫，凄厉的声音刺破夜空，他不敢相信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竟是一只妖怪，还是说是这只妖怪吃掉了赵之意？想到这里，宋怀瑾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，他连滚带爬地从床下跌落下来，不停地朝着面前这只巨大的刺猬求饶：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有钱，府中还有很多下人，你要吃就先吃他们吧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啪！我听到一声轻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彻底断裂。一直以来萦绕在我心头的那股难以言说的感觉彻底消失，无数的金光从四面八方向我涌聚而来。
我的脑子瞬间清醒，宋怀景还在我的面前不停地磕头，我却再也感受不到和他的一丝联系。不，我能感受到他，我还能感受到百里以外的蝉鸣，感受到蝴蝶振翅而卷起的微风，感受到野草的枯萎，生命的消逝。我成了。宋怀景还在拼命地磕着头，他感觉到面前有一阵刺眼的光芒，可他不敢抬头看，他生怕一抬头，那妖怪就会像吃掉赵之义那样一口吞掉自己。光芒逐渐淡去，面前的妖怪发出一声轻笑，那声音像极了赵之义。宋怀景心中大骇，他借着额前垂下来的碎发偷偷瞧了一眼面前的妖怪，只一眼他就看呆了。这哪里是妖怪，这分明是仙女啊！宋怀景壮着胆子向上看去，却看见这仙女的脑袋上长了一张与赵之义一模一样的脸。宋怀景眨了眨眼睛，想要再看清楚些，可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面前空荡荡一片，什么也没有，仿佛刚刚的一切不过是他的错觉。主君，妖怪在哪？屋外传来小厮的声音。宋怀景回过神，连忙去寻找赵之义的身影。可他找遍了整个宋府，只在柴房里找到了缩成一团紧紧抱着孩子的何淼淼。赵之义不见了。赵之义怎么会不见呢？宋怀景下意识地想要忘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他想起赵之义曾对小何说过他会离开，他连忙去城西的糕点铺子找小何，可小何不仅一句话都没说，还用扫帚将他赶了出去。赵之义不过是一个人，是人就逃不出京城。宋怀景去城门口张贴了告示，让守城官兵严格审查每一个出城的人，每天都有官兵拿着赵之义的画像满京城地找人。整整1个月，赵之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般不见踪影。宋怀景浑浑噩噩，直到某一天，他发觉自己已经想不起赵之义的脸了。他问府中的下人，但府中的下人只是摇摇头，说他从来没有过妻子。府中只有一位姓何的姨娘，前几天也已经回了江南。宋怀景茫然地抬起头，他的脚步不自觉地走到曾经赵之义住过的院子，可那片院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小片池塘。之义，宋怀景伸出手，努力想要找出赵之义曾经存在过的证明，但好像唯一证明赵之义存在过的只有他自己了。他知道是因为自己太懦弱，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勇敢一点，是不是赵之义就不会消失？他开始一遍遍地梦到那天晚上的情景，他无数次梦到那只巨大的刺猬一口吞掉了赵之义，而自己就站在一旁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他开始畏光、失眠，曾经和赵之义相处的每一幕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，可他却再也想不起他的脸，他感觉他快要疯了。嘿，听说了吗？那位宋大人疯了。哪位宋大人？还有哪位宋大人？当然是年轻有为、名满京城的那个。听说他天天做梦，梦见自己的夫人被妖怪吃了。啊，真的有妖怪吗？谁知道呢？左右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没关系。不过，听说妖怪成仙后法力无边，能施法抹去自己的存在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呢？卖货郎嘟囔着，挑着2筐小玩意儿，一步一步地向京郊的村子走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